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公司吉祥物，老板当初为了留我，特意给我新设了个清闲的岗位。空降的新上司是个唯物主义者，他见不得我清闲，又眼馋我的岗位，趁着老板在深山辟谷断网，他变着法子逼走我，好让自己的小情人进公司顶替我的岗位。我从每天灵活上下班变成朝九晚十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本来想咬牙撑到老板回来收拾他，结果他却在老板即将回来的前一天，在公司内网通报我上厕所超过5分钟，大肆批评我懈怠工作、玩忽职守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我被气得当场辞职。然后思华入职对面快破产，老板准备收购的对手公司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妈怀我时，我那个懂八字的大伯算了一下我妈的预产期，掐算了个日子，说我要是在那个日子出生，就能旺父母，给我爸妈带来财运福气。偏偏我最不争气，在那个日子的前2天，我在我妈肚子里发动了。尽管我妈为了能让我的八字旺他们，拼命憋着不肯生，连医院都拒绝去，我还是无比丝滑的咕咕坠地。就这么水灵灵的错失当富二代的大好机会。大伯一算我出生的八字，安慰失望至极的我爸妈，说我天生牛马命，以后长大了能自力更生挣大钱，不用担心我啃老。为此我爸妈愁的呀，看我的眼神时常充满怜悯。明明他们自己也是牛马，却提前开始心疼我这个未来小牛马了。万万没想到，所谓的天生牛马命，是在公司当吉祥物。说来也巧，当初面试这家公司的时候，老板因为公司经营不善，怀疑是风水有问题，请了个大师来公司看风水。大师看完一圈公司，又让人事把公司人员的资料拿给他看。看完后，他对老板说风水没有问题，是人有问题。老板傻眼了，还以为是公司出现商业间谍了。结果大师接着说，是公司的员工，有些人的生肖跟老板相冲，八字跟老板相克。大师说的时候，随意指出来的几个人，看得老板差点就要当场宣布公司倒闭。因为那几个人好死不死都是公司的高层或股东，这要是小职员，辞退就辞退了，好几个高层辞退他们跟公司倒闭有什么区别？就在老板绝望之际，我来面试了。当我被人事领着经过大师面前时，大师对已经绝望的老板指向我，说我面相看着招财。等大师看过我的八字后，激动地直拍大腿，说我不但招财，还能帮老板抵消那些员工跟他的相冲相克。他对老板说，想要公司起死回生，一定要把我留下。当时我也在场，听到这话，只觉得自己遇上骗子公司了，这一定是新型诈骗，吓得我就要走。老板对大师的话其实也是半信半疑的，大师替老板着急，好说歹说不让我走。我更加坚定这一定是骗子公司，掏出手机就要报警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老板久拿不下的大客户登门拜访。大客户说自己在附近办事，突然想到老板的公司就在这，就过来看看。大师坚持让老板请我陪同大客户，在老板时薪1000，先给钱再工作的条件下，我这个初社会的毕业生完全抵挡不住这种诱惑。那一天，大客户很爽快地跟老板签了个大订单，把老板的公司从岌岌可危拉到扭亏为盈。老板这下见识到了我的招财能力了，但我还是不打算留下来，因为我是来面试研发部的，
而大师跟老板说的是我得在销售部，并且每次跟客户签合同时，有我在场才能拿下那些难搞的客户，这样才能让公司蒸蒸日上。这话一听就很扯，我个人是不信的。我更倾向于那个大客户会这么爽快签约，是老板之前的努力打下了基础。偏偏老板他信了呀，他为了留我下来开出来的条件实在是令我难以抗拒。老板特意新设了一个新职位，销售部签约文员，月薪2万加提成，五险一金，不用打卡，灵活上班。工作内容是在销售带客户来公司谈生意或签约的时候，我人在场就行。就这样，我在公司一待就是6年。这6年来，随着老板把公司越做越大，我的工资也越涨越多，在公司吉祥物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响亮。我以为我会在公司待一辈子的，结果一切变故就在半个月前。老板准备再一次扩大公司经营，把原来的销售总监派去分公司升职当 CEO， 又高薪从国外挖了个人，空降到总公司来顶替原销售总监的位置。新的销售总监赵问上任的第1天，老板还把我叫到他的面前，特意让他认认脸。老板跟他交代，不用使唤我干活，除了见客户和跟客户签约时需要我在，其他时间我在公司想干嘛就干嘛。当着老板的面，赵问答应的好好的，老板放心的直奔深山，去开始为期2周的辟谷养生，只为活得更长久，好享受富贵人生。老板绝对想不到，他前脚走，后脚赵问就翻脸了。他把销售部的同事全叫上，开了个大会。在会议室，他指桑骂槐地说我是个厚脸皮的骗子，抓住老板迷信的心态，给自己安了个招财的人设，就在公司白吃白喝白拿。这给我气的就要在会议上跟他当场撕起来。销售部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同事拼命在桌子下扯我的衣服，他们小声劝我冷静点，说他就是在耍手段逼我走，这样就算老板回来了，他也有理由跟老板说是我自己要走的，和他没有半点关系。那哪行？同事让我先忍着，等老板回来再告状，行吧？我忍，这一忍让他更坚定我是骗子。在我第2天睡到自然醒才到公司来时，他就直接让人事通知我，说我迟到3小时，扣除当天工资，还有当月全勤。这特么的是要动我钱包了呀！人事姐姐连忙安慰我，让我不要冲动跟这个新来的销售总监对着干，反正等老板回来了，这些钱不会被扣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还是觉得憋屈。销售部的同事看我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每隔几分钟就给我投喂零食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我的工位上就摆满奶茶、蛋糕、饼干、薯片、辣条、炸鸡、薯条、汉堡。销售部小组长林夕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“乐乐，你要撑住，等老板回来让他给你道歉。”我喝着同事投喂的奶茶，心情好上一些。老板不在的第2天，想他，林夕忍不住笑出声，而后又熟练地掏出手机到我面前，拜托道：“先别想老板了，快帮我打个电话，这客户我一定要拿下。本来聊得好好的，但我昨天打了1天的电话都没打通，一定是有同行想撬我客户。你来。”我在林夕的注视下接过手机，按了拨通键。喂，小林啊。电话刚一拨出，那边就秒接。林夕把手机拿走，边冲我竖起大拇指，边热情地跟手机那头的人打招呼：“王总啊。”目送林夕满意离开，看了下工作表，今天没有销售约客户过来公司，也就是说
接下来的时间我可以自由安排，但为了预防突发情况，比如客户突然有空，想改时间之类的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我还是会在公司待到下班时间才离开。跟其他同事就算有空，也要装模作样的假装忙碌，截然不同。我没活干的时候，可以光明正大的摸鱼、刷剧、看小说。销售部相处了6年的同事对此没有任何意见，还会经常给我推荐好看的小说、电视剧，就怕我在公司待着无聊，哪天就突然不想荒废时光，想靠实力奋斗，辞职不干走人了。一开始他们也是有过不服气的，但最终都被现实打脸，心服口服地认证我担得起吉祥物这3个字，简直是实至名归。因为我在上班的第2年，觉得这份工作太无聊，又不想干销售，求老板把我调去研发部。老板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松口让我去研发部。结果我一走，奇葩的事就发生了。本来谈得好好的几个客户，莫名其妙的就拒绝合作。销售部的同事一开始还瞒着老板，认为这只是种巧合，销售能签单靠的是谈判技巧跟公司产品，跟我这个人可没有半点关系。他们不死心地继续联系客户，企图让客户回心转意，客户却去意已决。毕竟我们公司能做的产品，别家公司也能做，价格也一样，但其他公司规模比我们公司大，名气更高，有天然优势。我们公司还真有点难竞争得过大公司，眼看着客户就要被撬走了，销售部的同事不想痛失订单提成，找上老板把情况给说了。老板震怒之余，把刚在研发部干上手的我调回销售部坐镇。神奇的事就这么发生了，原本已经要跟另一家公司签约的客户，在去另一家公司签约的路上差点出了车祸。他受了惊吓之余，决定半途改道到我们公司来签合同。经此一事，老板和销售部的同事都对我的玄学体质心服口服了，就连原本心里还有一点点其他想法的老板，在那之后对我更加的好了。除了不让我回研发部，说什么都不让我去研发部。我心虚啊，我心里没底啊，我对我自己这种吉祥物体质很没安全感。老板跟同事看出我一颗心蠢蠢欲动的想走。那个月他们轮番说服我，销售部的同事卯足了劲的找客户谈客户签订单，还都是那些被列入难搞名单排行前100的客户，约不出来客户就让我代打电话，1月一个准，一谈一个签。那个月公司业绩创新高，这是老板、同事和我的3赢。老板赚钱了，同事拿提成了，我也跟着工资上涨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安心在销售部待下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玩。老板没意见，同事没意见，新来的销售总监有很大的意见。赵问早上才刚抓住我迟到这件事罚了我的工资，这会经过我的工位，看到我电脑上放着电视剧，经过我身边的脚步一转，走到我旁边，他皱眉板脸，勾起食指敲了敲我的桌面。上班时间禁止看剧娱乐，这你不知道吗？我摘下无线耳机，抬头看他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我没听清。他的脸色更黑了，怒道：上班看剧警告1次扣200，3次警告你就给我自动离职。我的手下不允许有你这种不思进取的员工。赵问这话说得很大声，立刻把暗搓搓观察这边情况的同事给说慌了。我则是气得站起来跟他对峙。我看剧是老板允许的，老板都没说什么，你凭什么扣我工资，还警告我？赵问气定神闲地反驳我，
就凭我是你的顶头上司，只要你在销售部，我就有资格管你。有同事站出来帮我说话，赵总监，乐乐不一样。同事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赵问不客气地打断。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，在我这没有特权。要是销售部的员工都像他这样，公司还怎么做大做强？你站出来替他说话是很闲吗？有这个时间还不给客户多打几个电话，多开发几个新客户？都愣着干嘛？不干活，等着喝西北风啊？赵问的一句话，直接就惹众怒了。有人小声嘀咕了句，乐乐只是安静地坐在那追剧，又没打扰到谁。有人附和着，我要能像他一样，能当吉祥物，信不信我比他还张狂？有人深表赞同，就是嘛，要是把我的财神爷气跑了，我跟他急。赵问听到了，又不知道是谁说的，气得吼出声，谁在说话？有不服的就站出来，当着我的面说。有几个年轻气盛的当场要站出来跟他吵。处在风暴中心的我见状，知道赵问明显是不怀好意，担心没有老板撑腰的同事会被他杀鸡儆猴炒鱿鱼。我只好暂且咽下这口气，认下这个罚款和警告。赵问见我低头妥协，脸上难言得意，别让我再看到你上班时间做些与工作无关的事。既然你闲得没事干，那就帮其他同事整理资料，那些下班前都整理好。赵问指着文档管理员张婷的位置，他工位上堆着还没整理好的各种文件。张婷突然被 get 到，一脸懵逼地跟我对视。在赵问走后，我跟他看着那堆文件，他欲哭无泪。这些是我一周的工作量啊，今天下班前怎么干得完？我天杀的赵问，干不完，根本干不完。张婷一起帮我，陪着我加班了2小时，最后被我赶走。我自己继续留下来加班，一边干活，我一边心里恶狠狠地想象，等老板回来后，我要让赵问跪在我面前，自扇巴掌，痛哭流涕地给我道歉，想找我查好，顺理成章地辞退我。想得美！警告3次就让我自动离职，我偏就不让他得逞。我化悲愤为动力，然后看着还剩1/3没整理的文件，好崩溃。由此可见，由奢入俭有多难了。8点了，平时这个时候，我应该是待在我的小出租里，洗完澡躺在床上，跟朋友一起开黑推水晶，而不是在这里对着这沓怎么都处理不完的文件埋头苦干，肚子还在发出抗议。我摸了摸饥肠辘辘的肚皮，决定先去公司楼下吃完兰州拉面填饱肚子，然后再回来奋斗。从公司正面走到兰州拉面要绕个圈，走地下停车场，有个出口刚好就在兰州拉面的旁边，电梯到负1楼停下。我刚走出来，就在门口看到赵问。出于不想跟讨厌的人打招呼的下意识反应，我一个闪身，动作比脑子更快地躲进楼梯口。我等躲好了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我为什么要躲？当看不见他不就行了？但躲都躲了。我瞧见赵问回过头来看一眼打开的电梯门，没看到人又转过头去的动作。这个时候出去好像也不太行，那就等他走了我再出来。赵问好像是在等什么人，还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走。我已经开始后悔了，我为什么要等？直接走楼梯到1楼，走大门也行啊。我这么想，也确实想这么干。就在我抬脚踏上台阶的那一刻，一声娇滴滴的男声响起：“亲爱的，等很久了吧？”我震惊地瞪大了眼，看着一个长得蛮清秀的年轻人，性别男，小跑过来扑到赵问怀里，跟赵问亲密地抱在一起。我还看到赵问亲昵地摸了摸年轻男人的脸，
笑着说：“没事，等你再久都没关系。”年轻男人一脸感动：“亲爱的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滴个天奶呀，这就太好了。”不对，重点不是这个。赵问不是有老婆的吗？我脑子凌乱，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不得了的事。然而让我更凌乱的还是赵问接下来的话：“这就算对你好了呀。那我要是说我给你找到一份活轻松、工资还高的工作，那你不得感动哭？”我一听，只想呸他，还感动哭，死抠门男，养不起情人就直说，还想白嫖，等着吧！我掏出手机录像，我要跟赵问的老婆曝光这对狗男男。年轻男人超配合的，兴奋地问赵问是什么工作。我听得直摇头，这人该不会是死恋爱脑吧？就算是死恋爱脑，破坏别人家庭就是不对，当猪只。然后我就听到赵问说，是我们部门的签约文员岗位，基本不用干活，没事可以随时下班先走，工资照拿，还能拿销售部的总提成。糟了，这波是冲我来的。年轻男人却很惊喜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工作，那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？我想每天都能跟你见面。赵问笑着摇头，不急，我还得想办法把人弄走，才有空缺让你来。年轻男人一听，反而更着急，这么好的工作，傻子来了都不会想走吧？我莫名有被冒犯到的感觉。赵问安抚着年轻男人，跟他说起我就这么听着两人讨论起我来。赵问说我的时候，那语气中的轻蔑掩盖不住。他嘲讽地说，我当初就是靠故弄玄虚才拿捏住老板的。他跟年轻男人保证，说等逼走我后，他就收买个假大师，学当初我入职的那样，让他来面试的那天，安排个大师糊弄老板，说他也能招财旺公司。这样就算老板回来后知道我被逼走，也不会拿他怎么样。难怪他一入职就拿我开刀，真是一手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乍然见识到职场上的肮脏手段。我震惊到顾不上填饱肚子。等他们俩离开后，我恍恍惚惚的又搭乘电梯原路返回公司所在的13层。刚出电梯，迎面就碰见对面公司的老板潘总。他一见到我，两眼放光：“乐乐呀，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公司？”对方异常热情，我却有点招架不住，有点工作没忙完，加会班。潘总很惊讶，这个点了还有客户过来签约。我尬笑：“不是，我有其他的工作。”潘总更惊讶了：“你们老板也太不心疼员工了吧？都这么晚了还让你加班。乐乐呀，你要是来我公司，我肯定舍不得让你加班的，非但不让你加班，我还给你分股，怎么样？”潘总说完，像以往那样期待地等我答应。怎么有这么多老板信这个？我真的只是平平无奇的普通人，只不过有太多巧合发生在我身上而已啊。给高工资就算了，还给分股，但潘总的公司都快倒闭了，我跳槽到他公司，要这股份也没用啊。这栋写字楼是在寸金寸土的市中心，当初老板创业，掏出全部家产，咬牙租下13层的一半面积充当门面。我刚到公司来的时候，公司有2/3的面积都还空着，而在3年前，公司已经不够面积容纳更多新员工。老板开始规划扩大公司，他觉得这个写字楼的风水旺他，不舍得搬走，换到更大面积的写字楼。他将目光投向对面公司。3年前，对面公司还开得好好的，而且他们那一半的面积还是买的，老板肯定是拿不下的，所以他只能先开了分公司。但老板一直没死心，主要是对面公司当初是老板的竞争对手，
之前对面公司实力比老板强，老板被压了一头，要是能拿下对面公司，老板的虚荣心和成就感都能得到巨大的满足。这个机会在3年后等到了，对面公司经营不善，濒临倒闭，急需融资。老板听到这个消息，动了收购对面公司的心思，目前正在找人跟对面公司谈，还没谈拢。我们2家公司离得这么近，对面潘总对我吉祥物的名头也是听说过的。之前的他一个字都不信，后来的他逮到机会就想挖我去他公司。我像往常一样再次拒绝了潘总，潘总非常遗憾，但分开之前，他故作神秘的小声跟我说：“你再考虑考虑，你要是来我公司，有了股份以后，我的公司被你老板收购了，你的身价可是能翻好几十倍的。”老板，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凡人，哪里能抵抗得住金钱的魅力？你再不回来帮我主持公道，我真的要禁不住诱惑跟人跑了。暂且抗住诱惑的我，回到公司急需干工作，体会了一把真正的牛马人生。干到10点多才搞完下班。第2天，我是凭借一身反骨才能爬起床。这次没迟到，踩着点打卡。赵问见我准时上班，失望非常，没茬硬找的对我说：“别人都提早至少10分钟到公司，就你踩着点到。要是别的员工有样学样的跟你一样踩着点上班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马德，踩着点上班是犯死罪了吗？什么？又没有迟到。”我心里这么想，嘴上没把门的脱口而出。等我意识到想住嘴的时候，话都说出去了。赵问的脸气到扭曲，他指着我的鼻子，大声怒吼道：“对上司不敬，再记警告一次，你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我大意了，我也在心里记他一笔，等老板回来，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气呼呼地跑去跟人事姐姐打听赵问老婆的消息，人事姐姐茫然摇头。赵问刚入职，资料上填了已婚，但紧急联系人填的不是他老婆，得不到有用的消息，我只能遗憾离开，回到自己的工位。那摆满我桌子上的一堆文件，差点让我误以为走错地方。坐我旁边位置的同事用同情的目光看我，这些都是赵总监给你安排的工作。张婷走过来，满脸抱歉地对我说：“乐乐，这几天你辛苦了。赵总监知道我昨天帮你做了一部分，他警告我不准帮你，否则要扣我工资。”挨千刀的赵问，论没事找事，赵问自认第2，没人敢称第1。这些让我处理的文件是公司成立以来的销售数据，他让我重新核对一遍，录入系统，周5下班前完成。这是要我的命，他搞我，我也搞他。我把他在地下停车场跟男小三搂搂抱抱的视频截图，打印了几张照片出来，叫跑腿小哥送到公司前台，指定要他本人签收。我埋头在一堆文件里苦干的时候，眼角瞄到赵问往前台走去，我的工位刚好可以看到前台的位置。我看着赵问走到跑腿小哥面前，他按照我的吩咐，让赵问拆开检查。赵问一拆开信封，看到那几张照片，吓得脸色都青了，却还强作镇定地把照片重新装起来。他在前台小姐姐疑惑的注视下，脚步凌乱地回到他的办公室，门关得紧紧的，百叶窗也合了起来，小小的出了口气。我这才心里痛快了点。赵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待了很久，直到有其他部门的人找他开会，他才眼神飘忽地走出来。他的视线扫过经过的每一个人，仿佛每一个人都是想害他的嫌疑人。扫过我的时候，他还特意多停留了2秒，看
看什么看？我直接就给瞪了回去。他满脸无语，一言难尽，撇开视线打量其他人。我内心暗自窃喜，很好，我摆脱嫌疑了。很快我就乐极生悲。他开完会回来，居然跑去问人事电梯监控室在哪，说他在电梯里丢了东西。我抢在他的面前，跑到监控室找老刘，送上一大堆小孩子爱吃的零食，把赵问的照片给他看，对他千叮嘱万嘱咐，跟他说等下要是这个人来说要看监控，绝对不要给他看。老刘拿了我的零食，乐呵呵的让我放心。赵问等下要是有来，连监控室的门都踏不进来。看吧，关键时刻，好人缘是能解决问题的。平时我在公司待着无聊，就喜欢跑监控室或者保卫室跟大爷大妈唠嗑唠嗑。这些中年大爷大妈之间的爱恨情仇，能让我吃瓜吃到撑，包三观炸裂，精彩绝伦的。监控室的老刘有个大胖孙子，特别爱吃零食。老刘溺爱孙子，我每次来串门都会带上同事们投喂过多吃不完的零食给老刘。我们可是打下了坚固的忘年交基础。果不其然，老刘办事就是靠谱。我看到赵问臭着脸，眉头能夹死苍蝇的回来，哼，想把我找出来吃时你都赶不上热乎的。连续加班了1周后，我的精气神整个离我而去，精神是萎靡的，内心是痛快的，因为我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周五下班前，在赵问来验收找茬时，我扬眉吐气地展现我的成果，狠狠打他的脸。他找不出错处，最后只能不情不愿地说上一句继续保持打发我。说完，他又不死心，想再安排任务占领我的周末时间。我直接赶在他开口之前尿遁。一回到家，我狠狠地睡上1天1夜。这期间，我妈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。在我妈以为我遭遇不测，差点报警之前，我才终于睡饱醒了过来，接了我妈的电话。我妈本来想骂我先哭诉这1周来当牛马所受的磨难。我妈听完心疼极了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断。这打开方式不对吧？我再打过去，显示对方正在通话中。好一会儿后，我妈才重新回我电话。一开口，她就说刚才去问了我大伯，让他给我算一卦。大伯说我目前处于事业波动期，不破不立，我需要做出改变，才能让我财运更上一层楼，反之维持现状就会破财。这话听得我心里哇凉哇凉的，虽然我嘴上说不信，但行动上也不敢头铁呀。这就跟别人嘴上说自己不信神佛，真到了财神爷面前，高低还是要点上3炷香，求一个报复一样的道理。就连短视频刷到零针起手，主播一上来说刷到这个视频，说明你要开始改运了，评论区留言接好运，直接就被硬控，手他控制不住就会接，狂接。离老板回来还有1周的时间，第一次感觉上班的日子过得如此的漫长。周一上班，我这次特意提早10分钟到公司。看吧，牛马就是这么被驯服的。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瞧瞧我在地下停车场碰见了谁？我刚把车停好熄火，一辆车就开到我的车头前，见到副驾驶座上的赵问，我第一次庆幸我的防偷窥膜贴得好。开车的是一个气质美女。赵问下车后，一脸温柔地跟气质美女告别，还体贴地叮嘱气质美女开车回去路上小心。他还喊他老婆。想到我那无处可发的视频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只是我不清楚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好不好，他老婆会不会是恋爱脑？
万一我把赵问有男小三的事跟他说，他扭头就跟赵问出卖我，那我岂不是里外不是人？还是先把人加上，然后观察几天再说。赵问进了电梯，他启动车子准备离开，我开车跟在他的后面，找准角度轻擦了一下他的车尾，车掉了点漆，成功让他停下车。我态度诚恳地跟他道歉，表示我赶着上班，愿意私了赔钱。顺利加到他的微信，就是破财了。在记仇本上再记赵问一笔，在停车场耽搁了一下，这次还是踩着点打卡。我还以为赵问会刁难我，结果他的目光直接越过我，看向我的背后，那表情管理有片刻失控，跟活见鬼了似的。我回头一看，嚯，这对赵问而言无疑是活见鬼的程度。男小三找上公司来了，两人明显是没沟通好，也是就算给赵问浑身装上胆，他也不敢在没找出谁发现他奸情的情况下，光明正大的让男小三到公司来。人事姐姐把男小三带到赵问面前，跟他说这是新招进来的销售。我内心无比佩服，这还是个行动派的。赵问笑容僵硬无比，叫来销售二组的组长，把男小三安排到他手底下，表面上公事公办的让他带新人。男小三就怕有人看不出自己跟赵问有猫腻似的，看赵问的眼神都快能拉丝了，这妥实太刺激了。这种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秘密，独自吃瓜的感觉，实在是酸爽啊！男小三的到来，暂时将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。赵问被搅乱了心神，分不出精力来刁难我了。然而，我低估了他们这对狗男男的卑鄙程度。才半天时间，他们就达成了共识。赵问恢复正常，男小三，他叫李俊杰，他也不再用拉丝眼神直勾勾地看赵问。赵问一有精力，又开始针对我。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过来公司看产品，按照惯例，我的工作内容就是负责在客户来的时候跟在销售旁边，全程当个花瓶陪同，关键时刻有点眼力劲的给客户递产品就行。工作内容轻松，并且不用带脑子。在客户即将到来的10分钟前，赵问拿了一张写了几个地址的 A4 纸放在我面前，我满脸问号地看他。他掏出钱包，从里面掏出10来张红色钞票，用命令的口吻强势说道：“我自费请部门的同事喝下午茶，这几家都是本地知名的口碑老店，你去买，剩下的钱就当是你的跑腿费了。”侮辱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偏偏赵问选择这种费人体力的。他这样找我麻烦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就是故意整我的。我跟等下要接待客户的销售部对视一眼，多年默契让我们在这一刻达成共识，告他一劳永逸跟永无止境，2选1还是很好选的。之前赵问只针对我，不算损害集体共同利益，只要忍到老板回来，问题自然就能解决。但现在他为了一己私欲刁难我，不惜损害大家的利益，那不行，忍不了。这种没有大局观的领导，只会把大家带到坑里去。而且以他目前表现出来的做派，就算老板回来，他也会当着老板的面做一套，背后又小人使计给我穿小鞋。我拿了赵问给的钱，把买下午茶外包给专业跑腿小哥，然后在外面找了个咖啡店打发时间。同事跟我说，我一走，赵问就安排李俊杰顶替我的位置，一起陪同客户看产品。这在我意料之中，我也想最后一次试验看看，到底是我的招财体质给公司带来订单，还是销售在其中能起到更强的作用。
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客户来的时候，同事假装有急事需要处理，把客户交给赵问跟李俊杰去谈。而赵问跟李俊杰要是能把客户谈下来，那销售部的员工对他的能力也有所认可，毕竟这可是赢了吉祥物的男人。反之，赵问谈不下客户，之后还打算继续针对我，那干脆在老板回来之前，我都请假不来公司，让赵问自己在公司折腾个高兴。等老板回来，看到销售部惨淡的业绩，就够给他吃一壶的了。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事情往离谱的方向发展。我们私底下有个销售部报复群，此刻群里的同事在疯狂刷消息，最新线报，客户被困在电梯里了，还是跟对面公司的潘总一起被困。我有不好的预感。照片 JPG， 请欣赏赵问精彩的表情。照片上赵问站在电梯口，阴沉着一张脸。写字楼的电梯维保单位每周就会检查一次，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来，电梯就没有发生故障过。没想到这种极小概率的事情今天居然发生了，而且还是在维保单位检查完的第二天。救援团队来得很快，但糟糕的是电梯卡在12楼跟13楼的中间。救援团队需要先评估电梯的具体情况，然后手动移动电梯，逐步将电梯小心翼翼地移回12楼，才能打开轿厢门，把电梯里的人救出来。这就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。这期间，客户在里面担惊受怕着，外头的人还无计可施，而且客户是跟对面公司潘总困在一起，那他不得抓住一切机会拿下客户。果然，40多分钟过后，客户跟潘总一起被解救出来时，两人已经打下了坚固的过命交情。赵问献殷勤地凑上去要把客户抢回来，客户直接表示不好意思，自己决定要去潘总公司坐坐。等我拎着跑腿小哥送来的下午茶回写字楼，刚进大楼门口，恰好就撞见和客户相谈甚欢一起走出来的潘总。潘总满脸红光，送走客户后回来，跟我搭乘同一辆电梯回13楼。他见到我手里提着这么多的东西，非常热情地坚持要帮我提。我一再推辞，他难掩感激地对我说：“别跟我客气呀，乐乐。要不是你今天没在公司，我哪有机会抢走你们公司的客户？”我好死不死的，这句话就这么被赵问给听到了。他看我的眼神如同看商业间谍，他是不是智商为负？他怎么还真信上了？我还能控制电梯出故障不成？赵问充分地展现了什么叫人会相信自己想信的这句话。我跟在他后面回到销售部，我当自己眼瞎看不懂脸色，开心地吆喝着大家来吃下午茶。我还特没眼力劲儿地跑到赵问面前，掏出还花剩下的3张红钞票，感谢他，谢谢赵总监，这些是买下午茶剩下的钱。刚才你说给我当跑腿费，那我就笑纳了哈。不用谢。赵问铁青着脸，一字一顿地用力说着，腮帮子都鼓了起来，可见有多咬牙切齿。李俊杰看不下去自己的情人吃亏，站了出来要给赵问主持正义。赵总监请大家免费吃下午茶就够好了，你怎么还贪了剩下的钱？我无语。他除了看到赵问的好，眼里还能看到点其他的东西吗？这是赵总监自己说要给我的跑腿费，他都没有意见。你这个马屁精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一句话就 KO 了他，他讲理说不过我，立刻气得扭头看向赵问，嗓音记忆地喊道：“赵总，你看他！”此话一出，同事们都被激得身体一抖，纷纷看向赵问。
赵问脸色黑如锅底，对李俊杰呵斥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”李俊杰面上浮现委屈，明显还有话说。赵问不再看他，扭头看向我：“你跟我来办公室，我有话要问你。”李俊杰气到跺脚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简直莫名其妙。说吧，你什么时候跟对面公司的潘总有私下联系的？赵问办公室内，他一开口就是要直接给我定罪，我可不认这种没有的事。我没有跟潘总私下有联系，顶多就是他要挖我，我拒绝，他再挖，我再拒绝。赵问不信，突然就变脸，暴怒的一拍桌子：“你还不说实话？我都听到了！靠，会拍桌子了不起啊！”我站起来，一脚踹飞戴伦的办公椅，比他还要生气地吼道：“我说的就是实话，你爱信不信。”同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办公椅砸在书柜上，闹出的动静太大，在外头听的同事以为这是要动起来了，一股脑地冲进来，挡在我面前，把我围起来保护，冲着赵问就开喷：“赵总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赵总，你这就过分了！赵总，欺负女孩算什么本事？赵总！”每人开头一句赵总，把赵问高高架起，后面有重重摔地。他没想到销售部的人这么团结，这群不好管理的下属把他气得喘粗气。有一个异类从中脱颖而出，李俊杰挤出人群，挡在赵问面前：“是你们合起伙来欺负人才对吧？你们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就说赵总打人，你看他身上有伤吗？空口白牙就乱造谣。赵总像是会对人动手的人吗？你们是不是都不想干了？”李俊杰最后那句威胁，直接就点燃大家的怒火。赵问没来之前，销售部的氛围是全公司最和谐的，他一来，搞得销售部怨声载道的。他整天开会，会议上不是打压下属，就是画大饼，还搞什么竞争榜单，第一没奖励，垫底要罚款，张口闭口就是你很闲吗？有空还不多联系几个客户，工作做完就没事了吗？真不知道老板是从哪里挖来的人才。他以前待的是监狱公司吧，坐牢都能早9晚5喘口气。赵问是直接层层叠码，意在挑战人类极限，引起众怒是迟早的事。只不过没想到我是导火索，赵问的脸在公司都丢尽了。其他部门的老大一听说他御下无能，还差点被围起来群殴，纷纷过来解救他。销售部的同事们又不是真傻，嘴上嗨几句又不犯法，真动手赵问这个小人报警，那就得去蹲几天，还要赔钱。所以有其他部门的人过来一调解，大家都散了，徒留下赵问待在自己的办公室怀疑人生。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老板还要好几天后才回来。说到这，大家就忍不住吐槽老板，放着这么大的公司，他怎么能做到放心去深山屁股断网的？当然是因为之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呗。老板自从我来了公司后，就更加信这个。听说辟谷能提升自身能量磁场，人家是1周，他还加码到2周。不说这个了，大家讨论起怎么解决目前的难题。赵问经过今天这么一闹，心里肯定记恨上销售部除了李俊杰以外的所有人。大家经过讨论，一致决定先忍着苟着，再苦几天，老板回来就没事了。末了，我还成了重点保护对象。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赵问最先针对的人一定会是我可真谢谢他们了哎。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这里加起来都是3个的10倍了，愣是没能凑出来一个有用的计谋。脑子里神使鬼差地想到我妈找我大伯算的卦，不破不立。怎么破？
把赵问给逼走，算不算破除？他想逼走我，礼尚往来，我也逼他一把，不过分吧？想到这，我突然长脑子了。我看了眼还在激烈讨论的同事们，算了，这件事还是我自己来。整赵问的方法很简单，我就不相信李俊杰进公司了。两人在公司里能保持距离，在其他角落也能保持得住。就算赵问能，李俊杰也会忍不住的。所以，展现我在这栋写字楼的超强人脉的时刻来临了。我在这栋写字楼里有个7大姨8大爷吃瓜群，群里都是这栋楼里的保安、保洁。这群大爷大妈精力无限，为了贴补点家用或打发时间，一些公司内部打扫的兼职也会接。只要是钱，不管多少，大爷大妈有空就抢着挣。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招募令，工作内容是拍赵问跟李俊杰，只要有看到这两个人同框的画面，拍一次给20，要是拍到两人抱在一起或者更亲密的行为，照片30，视频50。这条消息一发出去，引起群里大爷大妈的震荡。他们吃瓜一生，听过，却还没真正吃到这种难的瓜。顿时他们的兴趣被勾起，踊跃报名。招募令发出去不到1小时，我就收到第一张照片，是赵问跟李俊杰在天台抱在一起的视频。视频里，李俊杰心疼地抱着赵问，赵问气急败坏地在咒骂我，李俊杰不停地安慰他。后面部分不可描述。我花开富贵，现在的年轻玩得真花，赚了50块钱的花大妈还不忘辣评，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当即我就截图把照片打印出来，像上次一样叫跑腿小哥送到签到，让赵问当面打开验收。看到赵问花容失色的反应，我满意了。然后没过一会，赵问跟李俊杰又跑了出去。很快我就收到两人在南侧凑在一起看照片的背影照片。等他们从南侧出来，跑腿小哥已经站在前台等待。这熟悉的画面让赵问的脸色逐渐苍白，李俊杰的脸色没好到哪里去。他抢在赵问的面前打开信封。当他们一起看到自己在南侧的照片时，两个人脸上是如出一辙的惊慌。我看得内心狂喜，等着吧，后面还有呢。接下来他们开始想办法要找出偷拍的人，发现偷拍的人只拍他们在一起的画面后，他们就变着法子的换地方，无论他们在哪个角落，楼梯、地下室、车内、电梯里，都被人精准地拍了个正着，却还是没能找出来是谁在跟踪他们。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，偷拍他们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赵问跟李俊杰日渐憔悴，疑神疑鬼。再过1天，老板就要回来了。赵问跟李俊杰急了，李俊杰很馋我的岗位，他逼着赵问想办法在老板回来之前弄走我。他们是最先排除我的嫌疑的，因为他们每次被拍，我都有不在场证明，所以他们在知道背后搞鬼的人不是我后，并不怕逼走我，被我反过来威胁。可他们抓不出我的错处，没理由辞退我，我还油盐不进，各种刁难跟打在棉花上似的，我毫无反应。总之，我就是贯彻一个原则：先苟，等老板回来，我要疯狂告状。结果这两个人，太太没底线了。我去上个厕所回来，打开电脑，屏幕弹出一封面向全公司的批评通报。赵问言辞激烈地批评我上厕所超过5分钟，大肆批评我懈怠工作、玩忽职守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好歹毒的计谋，明明知道这是故意在惹怒我，可我还是气不过。恰好这个时候，潘总给我发了消息，
他说给我10%的股份，让我考虑一下。他跟我公司要收购他的公司，目前2家公司正在谈，他挖我过去，是想要在谈收购的时候更好谈价格。收购的方式是部分股权收购，到时候2家公司合并，我可以继续保留我的股份，那时候我就是股东了。以后换再多的销售总监，也没人敢对我指指点点，给我穿小鞋。老板，对不起了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不用考虑了，我这就过去。我立刻打开文档，写辞职信，发到赵问的邮箱。还没等我跑到赵问的办公室，让他通过我的辞职申请，赵问那边就秒通过了。我立刻收拾起自己工位上的私人物品，同事看到，疑惑发问：乐乐，你怎么把东西都装起来了？我面带微笑，开心道：我辞职了。一语惊起千层浪。什么？你辞职了？同事 A 发出尖锐报名，我一定是幻听了。同事 B 拒绝面对现实，我不能没有你啊。同事 C 痛快哀嚎，你找好新公司了没？我也要辞职，我跟定你了。同事 D 反应最快，我们都跟定你了。同事们异口同声。赵问从办公室出来，吼道：发什么疯？我是疯了，你把我的财神爷逼走了，我能不疯吗？老子刚贷款提的新车，销售2300的底薪都不够我还贷款，没了乐了，我怎么活？夸张了。在同事们拼命挽留不成后，泪目相送下，我当着他们的面，拿着我的私人物品，水灵灵地走进对面公司。潘总正站在门口喜迎我，销售部的集体同事。赵问：冯乐乐，我就知道你是对面公司派来的间谍，现在你露出真面目了吧？所有人都想看傻子一样看赵问，有哪个公司会让财神爷去望敌对公司？有病啊！潘总倒是晓得一脸和气，上前握住赵问的手，无比感激他，说都是有他的帮忙，才让我愿意跳槽到他的公司。这一波纯属伤害和侮辱，都不分上下。赵问的脸色青了又紫，紫了又红，着实精彩。我偷偷在销售群里给大家透露内幕，让他们稍安勿躁，别冲动离职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这下他们放心了，又乐呵呵地跟我道别，然后转身回公司里去。一下子门口人都走光，只剩下赵问和李俊杰。李俊杰就跟傻子一样，开心地跟赵问要求现在就让自己顶替我的位置。第2天，失踪人口回归，我跟前老板徐天意在地下停车场不期而遇，他手里还拎着好几个购物袋，一见到我，乐呵呵地跟我说这是送我的礼物。还没等我拒绝，潘总也来了，他感激地握住徐天意拎满购物袋的手。徐总，多亏有你慧眼识珠，乐乐这孩子很好，我特别满意他。徐天意一头雾水地看我，我低头，良心稍微刺痛。电梯内，潘总喋喋不休地在跟徐天意夸我。潘总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也跟着一起夸，两人都对我格外满意。一直到我们3个人走到2家公司的门口，我跟着潘总一起进了他公司的大门。乐乐，你走错了，快过来！徐天意忙出声叫我。潘总还是笑得那么开心，没走错呀，乐乐昨天就入职我公司了。你说什么？徐天意平地一声吼，手里的购物袋尽数落地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老板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经过销售部同事们1个小时的诉苦，徐天意的脸一黑再黑。天杀的赵问，我要跟你拼了！据说那一天，徐天意差点没让赵问重新投胎做人，好几个大壮汉子拼命拉住，才把暴怒状态的徐天意控制住。
赵问所有的力气和手段，在老板面前没有发挥的余地，他当天就被炒鱿鱼了，连带李俊杰也一起滚蛋。事已至此，老板加快收购的进度。原本两方是打算慢慢磨，极限拉扯，都在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徐天义得知我拿了潘总的股份后，本来很强势、寸步不让的他，反而变得好说话了。收购潘总的公司，我有股份就是股东，以后我跟公司深度捆绑，再也不用担心我被哪家不要脸的给挖走。潘总以自己满意的条件，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徐天义，他保留了自己的股份，其他小股东拿了钱，将股份都卖给徐天义。徐天义的速度很快，1个月的时间就走完收购流程，现在整个13层都是他的了。我又搬回原来的岗位，同事们感慨：乐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没在的这个月，我一单都没开。徐天义心有余悸地表示，以后再也不去辟谷断网了，公司没他是真不行。我默默给我妈赚了一笔钱，让她买点好酒好烟给我亲爱的大伯送过去。叮咚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是赵问的前妻发来的消息。他说有我提供的证据，自己跟赵问顺利离婚，还让他大出血。他把之前的修车费翻好几倍转回来给我，还附赠一句谢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